花虾之所以叫樱花虾，有人说是因为体表布满红色斑点，色泽粉嫩，酷似樱花而得名。也有人说是因为樱花虾身上有160个发光器，大片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渔民从船上看过去，就像樱花一朵朵开在海上一般。全世界只有日本静冈县骏河湾以及台湾屏东县东港沿海一带才有盛产。樱花虾成年体长只有3到4公分，蕴含的钙质却是牛奶的28倍，虾香浓郁，一口难忘。它和普通的虾皮不一样，无论是炒饭、炒菜还是做汤，小小的樱花虾都是这道菜的主角。从口味和营养价值方面都体现了什么叫做浓缩的都是精华。你看，这是樱花虾干吗？这是樱花虾吗？我终于也是买到了我们东港3宝之一的樱花虾干。蓝建良，壮壮，你爸今天又要做樱花虾炒饭了，而且还是蔬菜版本的，厉害吧？厉害。猪油怎么来回跑啊？不，它要把它整个这个锅给用油给润一下。樱花虾，哇，好香的樱花虾呀！我们就是趁樱花虾，就是多。对，马上又要去补货了。对，所以今天吃大手笔，就是有下血本。对，啊，好香啊！阿贵式的厨房交响曲。今天这个鸡蛋全是蛋黄。池上米，香。这个时候把这个青菜先在这儿，先让它微热着。你说我这个瑶台芥是能卖多少钱一碗？嚯，这一碗，这不得卖800啊！用的都是好料啊，下血本的用的好料。关键我这一锅还有蔬菜。对，这一锅2份呗。一锅2份，不，这卖给日本人1锅10份。
富贵现在做樱花虾炒饭已经越来越娴熟了，非常的香，而且还加了蔬菜，因为今天我们没有绿叶菜，所以他自创在樱花虾炒饭里加了一些菜心。哇，800啊，800不行，你再给我来点儿。，800，你再加100，真是奸商。再来点。哇，好香！今天我们来吃烤小鸟，也就是鹌鹑。然后呢，这个鹌鹑我是提前用烧烤料还有酱油膏腌制的。小鹌鹑里边还有个小心脏呢，看这还有个，每一个里边都有一个小心脏。这跟乳鸽是个东西吗？我也不知道啊，乳鸽是乳鸽吧，鹌鹑是鹌鹑吧，还是鹌鹑就是乳鸽啊？我们先把背面朝上放上去，180摄氏度，360华氏度烤20分钟。翻面以后再翻面就可以喷油了。今天咱们都是健康版本，就是为了配合富贵的蔬菜版本的樱花虾炒饭。既然要健康，那我们做的干煸四季豆，这个四季豆的干煸动作也是刚才用的空气炸锅做的，就省油省事儿版本的。我们现在再把这个用气炸锅干煸过的四季豆炒一下。四季豆呢，那肯定就是要用我最爱吃的橄榄菜来炒了，蒜末和橄榄菜。然后因为那个樱花虾炒饭里边是有那个辣的樱花虾酱，刚才的小鸟也是有辣味的，所以呢，我的这个干煸四季豆就不加辣椒了，就是蒜末和橄榄菜，小喷一点油。我感觉富贵现在已经非常的觉得自己特别牛逼，他刚才居然叫自己阿贵师的厨房啊，阿贵师的厨房非常之飘。但他那个今天那个樱花虾炒饭的确是做的是非常厉害的，非常香，做的时候我就觉得超香无比，比上次的那个糊味的厉害很多。这次真的是做的很厉害。橄榄菜再来点儿，富贵的樱花虾酱都下了半桶，我这橄榄菜还不舍得放吗？咱们这次回去该补酱油了，咱现在都没有正经酱油吃了。会路过西罗吧？你们不开车呀？哦，不开车。哦，对哟。我们都是坐高铁。没关系，遍地都可以买。对，商店都有。对，小鸟烤了10分钟，它就已经上色了。我们把它翻个面再烤。你看小鸟烤的，我还没喷油呢。我们再翻面把它烤一下，然后再喷油。这个小鸟这么容易熟，我就要在这看着，再烤8分钟。我们再把它翻面，翻到正面来。正面的时候再喷一层油，再烤个5分钟，上色，应该就是可以了。哇，这里面烤的差不多了，我们再翻面。小心脏都烤的都黑了，黑心小鸟，心脏太小了。翻过来以后，我们喷上油，最后再烤5分钟，薄薄的一层油就可以。空气炸锅还是很方便的。现在把我们的小鸟拿出来，哇哦，不错，看着不错啊，一看就是很下酒。但是我们今天要配茶，开饭。泡一个小青柑盒，茶倒上。
来，我们尝尝樱花虾炒饭。我这樱花虾炒饭看着真的好棒啊！好吃吗？太好吃了，真的太好吃了。好吃。我觉得你这个提议加点青菜，特别好，因为它会让这个饭里边的口感层次更丰富，它有那种脆脆的那种口感。然后这樱花虾和这个樱花虾干贝酱太提味儿了。以后我们家的樱花虾炒饭还是得靠阿贵使炒，真的是好吃。哎，你今天这个火候掌握得很好，没有变焦，焦香味儿刚刚好。真的，我之前太好吃了。我之前一直想着吃这个樱花虾炒饭，一直没吃，是因为这不还没决定啥时候再回去台湾呢，不舍得用。你看我们的料，我们有池上米，然后我们的鸡蛋是农场的鸡蛋，是不是？就是所有东西你都是顶到头了，对，都是特别棒的。富贵这表情，我觉得它又飘了。但这个真的是好吃。怎么能有这么好吃的樱花虾炒饭呢？太不错，好吃，特别好吃。我们要认真的啃小鸟，还有吃樱花虾炒饭了。阿贵师成功，拜拜。